这次美国大选可真是让中国人揪心啊！从目前的选情看，特朗普将以绝对优势击败贺锦丽，杀回白宫，已经没有悬念了。这对中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瑞银最新报告显示，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承诺，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%关税，中国 GDP 增速会直接腰斩，暴跌2.5个百分点。这还只是开胃菜，更狠的还在后头呢。咱们先看看数据。2023年，中国对美出口总额 11.3万亿人民币，占中国 GDP 的 8.7%。现在特朗普要加征 60% 的关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假设关税全部转嫁到出口商品成本里，那么原本卖100块钱的东西，现在至少要卖160块才能保本。你说美国人还会买吗？据国际贸易专家测算，这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暴跌 70% 以上。再看看产业链，现在不少外企已经开始往越南、印度转移了。富士康在印度的产能从2020年的不到 10%， 一下蹦到了现在的 30%。特斯拉也放话要在印度建厂。大家想想，如果特朗普真的开征 60% 关税，这些企业会不会跑得更快？答案显而易见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不是有内循环吗？真是这样吗？我给大家看组数据，2023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.2%， 但扣除价格因素后，实际增长只有 4.7%。今年1至9月份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.8%， 但实际增速更低。青年失业率高达 20% 以上，这些年轻人连吃饭都愁，哪来的钱去消费？更要命的是，特朗普不光要打贸易战，还要打科技战。他扬言要把现在对中国半导体的限制扩大到所有高科技领域，光伏、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，这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都可能遭受重创。而且别忘了，特朗普可是出了名的说到做到。他第一任期说要打贸易战就真打了，说要制裁华为就真制裁了。现在他放话要对中国商品征收 60% 关税，大家觉得他会食言吗？更糟的是，这回特朗普可没有连任压力了，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干。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说得好，特朗普这次只能干4年，没有连任的期待，因此这任期可能会在贸易上加倍满足支持者。讽刺的是，官老爷们还在那儿岁月静好，新华社天天在那儿喊着中国经济稳中向好，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，可市场根本不买账。A 股都跌成啥样了？从2021年的高点跌到现在，蒸发了多少市值？这些数字大家心里都有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担心也晚了。特朗普已经胜选，接下来的4年，中国经济怕是要经历一场寒冬了。要我说啊，与其天天喊口号，不如赶紧想想应对之策。毕竟这回可不是演习，是实打实的经济战争。但经济战争还不是最可怕的。特朗普上台后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直接爆表。让我们先看台海问题。特朗普虽然表面上说不会让战争发生，但他那句因为他尊重我，他知道我很疯狂的言论就很耐人寻味。这不就是变相的说我很不稳定，你们最好小心点吗？再看看他对台湾的态度，保护费都喊出来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特朗普眼里，一切都可以交易。更让人担心的是美国的军售问题。拜登政府这3年给台湾军售了17次，创下历史纪录。现在特朗普上台会收敛吗？怕是只会变本加厉。他最近还跟马斯克穿一条裤子，要知道马斯克可是星链的老板。如果星链进入台湾，那对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能力将造成重大威胁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
拜登政府3年对台军售总额达到了280亿美元。特朗普要是把军售提高50%，那就是420亿美元。而且特朗普最喜欢卖进攻性武器，这对台海局势的影响可想而知。再说科技封锁，特朗普的疯狂可不是说说而已。他第一任期时把华为逼得差点倒闭，这次回来了还得了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他的团队已经在准备新的科技禁令，要把制裁范围从芯片扩大到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生物科技等所有高科技领域。有专家预测，一旦全面科技封锁开始，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损失可能高达万亿美元。这还不算连带效应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中国的 AI 产业被卡脖子，新能源车被断供零部件，光伏产业被切断原材料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些行业可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啊！更糟的是，特朗普还扬言要联合欧盟、日本一起对付中国。他说，等我回到白宫，就要组建全球反共产主义联盟。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欧美日确实有结盟的趋势。今年以来，欧盟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补贴调查，日本则对半导体产业加强了出口管制。但说实话，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这些，而是特朗普的交易性格。他可以为了选票，随时翻脸不认人。今天说中国领导人是好朋友，明天就能加征关税。前几天他还在说普京是个好人，转头就说要让俄罗斯付出代价。这种不可预测性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估计啊，接下来中国的日子不会好过。首先是外贸，60%关税肯定会导致大量订单流失。然后是科技，全面封锁将严重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。最后是地缘政治，台海局势可能会更加紧张。说白了，特朗普上台后，中国面临的将是一场全方位的挑战。但说到现在，我们还漏掉了最致命的一招——金融战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美国手里其实握着一张王牌，那就是美元绝对主导权。我们还是先看看数据。截至今年9月，中国手里可是握着整整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！这么庞大的美元资产，在特朗普眼里，岂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提款机？大家想啊，特朗普这个人最在乎什么？当然是钱啊！他一回到白宫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那些占美国便宜的国家，而中国正好撞在枪口上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现在中国手里握着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是全球最大的美债持有国。特朗普要是一拍脑袋，说中国操纵汇率，不让他减少贸易逆差，直接来个金融制裁，冻结个几千亿美元试试，中国的外储不就直接缩水了？而且大家别忘了，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放话说要让中国付出代价。他说中国必须对新冠病毒负责，要赔偿美国10万亿美元。虽然这是后来不了了之，但谁敢保证他这次不会重提？我再给大家爆个猛料。据华尔街知情人士透露，特朗普的经济团队已经在研究一个更狠的招，限制中国企业使用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。要知道 SWIFT 可是全球金融支付的大动脉啊，一旦被限制使用，中国的外贸结算、海外投资都会受到重创。数据显示，目前全球超过80%的跨境支付都要通过 SWIFT 系统。如果中国被部分断网，保守估计会导致30%的外贸交易无法顺利进行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光是这一招就能让中国损失数千亿美元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不是有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吗？但 CIPS 的日均处理量才1800亿元人民币，连 SWIFT 的零头都不到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 CIPS 还得依赖 SWIFT 的通讯网络。这就好比你想绕过高速公路走国道，
结果发现连国道都被人家封了。再看看房地产，现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够惨了，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连跌20个月。特朗普上台后来个60%关税，出口企业利润大幅下滑，你觉得房价还能撑得住吗？我敢打赌，到时候别说保交楼了，能保住开发商不爆雷就不错了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朗普这回有帮手了，马斯克、扎克伯格这些硅谷大佬都站在他这边。讲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说我太悲观了，但是大家想想看，光是今年1至9月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就暴跌了27.7%。就这还是在拜登相对温和的政策下，特朗普上台后会比拜登更善良吗？我看悬。更可笑的是，中国的官媒还在那儿标榜什么大国担当、人类命运共同体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人家特朗普压根就不吃这一套。在他眼里，国际关系就是一笔生意，谁给的好处多就跟谁玩。所以我预测，接下来这4年，中国经济怕是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。经济下行，失业率上升，房价暴跌，外资撤离，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实打实可能发生的事。